YouTube 影片的缩图会对 YouTube 影片造成巨大的影响。现在的 YouTube 新人的缩图能够给影片带来巨大流量，所以这期影片为手把手的教你使用 Canva 去制作出 YouTube 的影片缩图，也会告诉你在缩图制作里面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技巧。首先，我想先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的 YouTuber 越来越重视 YouTube 影片缩图了。已经在 YouTube 上面有超过1亿订阅数的 YouTuber MrBeast， 是他会花好几天的时间去设计一部影片的缩图，这足以看出他对缩图的重视。因为 YouTube 影片的缩图是观众看到一部影片的第一印象，观众在 YouTube 上面浏览影片的时候，看到的第一眼就是 YouTube 影片的缩图还有标题，所以当缩图能够让观众第一时间停下来，去仔细看一下标题还有缩图上面的信息，并且通过自动播放的功能去浏览一下影片的开头，这才会使得观众去真正点开这部影片去观看这部影片。所以这就意味着，即使你的影片内容再好，你的缩图没有办法吸引观众，你也是没办法获得流量的。在设计缩图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几个方面。第一点就是人们浏览缩图的顺序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图，人们浏览一个图片的顺序就是从左到右，再回到左边的。所以这就要求你把最重要、最能够吸引观众的信息放在左边，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去抓住观众注意力。第二点就是你要保持画面的简洁。我们可以在缩图里面加入一些文字还有元素，去丰富你的缩图。对于文字来说，4到8个字就足够了。如果加入太多文字，就会显得整张缩图非常的拥挤，特别是在手机端，所有的尺寸都变小了。如果加入的文字太多，反而没有办法起到快速提供信息的作用。你选择的文字字型需要保持简单，不要选择太过复杂的字型，因为这样观众是很难看懂的。对于加入的元素来说，尽量保持在3个以下。如果加入过多的元素，也会导致整个画面非常拥挤，并且观众看到缩图也没有办法找到重点。第三点就是避免使用点击诱饵。你缩图上面的信息可以去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，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缩图上面的信息是和你影片内容是一致的。如果不一致，虽然缩图能够吸引到很多观众去点击，但是观众在看完开头之后就会发现，原来你真正的影片内容是和你缩图上面不一样的，这就会导致他们快速离开你的影片，最终会影响到影片的续看率。而 YouTube 是非常看重影片的续看率的，他希望一个观众在点开观看一部影片之后，能够尽可能的看完。所以当你影片的续看率很低的时候，就不会获得很多的双反推荐量。还有一点就是，通常露脸的缩图会赢得更多点击，这点需要符合你频道领域。有些频道领域它的缩图是适合露脸的，观众都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。如果你能够把你的人像放到你缩图里面，那么就能够快速的和观众去建立起信任，去建立起联系。特别是配上一些表情，能够快速的和观众产生情绪的共鸣。你的人像不能够太小，要占据足够大的空间，因为这样观众才能够看清你脸上的表情，从而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。在制作缩图之前，你需要准备要使用的照片。想获得缩图的照片有很多种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直接从影片里面截取一张图片。我看到有很多 Vlog 博主都会使用这个方法，去快速截取出一张图片，去当成缩图的背景。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相机定时拍摄。你可以把你相机设置好，进行定时，然后就可以在镜头面前去摆出不同的姿势、不同的表情，就可以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去帮助你拍出照片。第三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使用相机录制。你可以打开你的相机去开始录制，在镜头面前你可以连续摆出不同的姿势、不同的表情，之后再使用截图的方法去截取出你想要的图片，这样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照片。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Canva 去做出 YouTube 影片的缩图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。现在我就来到 Canva 的首页，这里有个搜索栏，我可以搜索关键词 YouTube 影片缩图，这里就有非常多现成的 YouTube 影片缩图的模板，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，然后点击进去进行修改就可以完成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缩图的右下角会有这个皇冠的标志，这个就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皇冠的标志，就代表你可以免费的使用。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缩图模板，这就展示给你一些缩图的信息，它的尺寸，又推荐给你更多类似的缩图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自定此模板进行修改。像我进入到了编辑页面，所有的文字、元素、图片我都是能够做修改的。然后这个图片我也是能够更改的，我可以加入新的图片，然后这些颜色都是能够修改的。
所以使用这些模板进行修改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做出 YouTube 影片的缩图的。但是今天我想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去做出 YouTube 影片的缩图。我们可以回到 Canva 首页，然后点击这个建立设计，这里我们选择自定尺寸，这里尺寸是宽度为1920像素，高度为1080像素，然后我们选择建立新设计，像我们建立了一个空白的 YouTube 缩图模板。首先我想加入一个背景，我可以选择元素，然后我搜索关键词归点，这就可以让我找到一些渐变颜色的背景。我可以选择这个查看全部，例如说我想选择这个背景，调整它大小，然后在左上角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渐变的颜色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。在调整完之后，这个背景就不需要移动了，我们可以把它锁住，我们可以选择它，然后选择这个锁住，这样作为这个背景就不会移动了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加入我们的人像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照片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这里。像我这张照片就会上传到 Canva 上面，像我的照片已经上传好了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画布里面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照片是有背景的，我想直接使用照片的背景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里我只想要我的人像，所以需要去除掉这照片的背景。我可以选择这个编辑影像，然后这里有个背景移除工具，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基本上被去除掉了，这里还要残留一些，我可以选取这个笔刷，选清除，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界面，我可以选择这里把它删除掉，这样就去除掉了刚才那个残余的部分，然后选择完成，再选择套用。像我就加入了我人像，并且去除掉它背景。接着我可以调整一下人像大小，然后我可以稍微处理一下我这张照片，我可以再选择编辑影像，这里会提供很多工具去让你编辑的照片，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调整，或者说选择这个筛选器去加入一些滤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筛选器，我可以选择查看全部，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滤镜，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就被加入了这个滤镜，比如说这个滤镜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是我个人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调整，我可以选择这个查看全部，我可以提高一下亮度，提高一些对比度，提高一些饱和度，加入一些明亮，再加入一下阴影，就可以让我图片显得更加明显，更加跳脱，有视觉的冲击力。然后另外一个操作就是我想加入一下我人像的外轮廓，还是选择编辑影像，在这里我们找到阴影，我们选择光晕，再点击下选择查看控制项。首先我们调整一下颜色，把它变白色，然后把透明度调到100，把模糊度调为0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人物就有一圈白色的外轮廓，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大小，像我人物就被加入一圈白色的外轮廓。最后选择套用，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一个图形，我选择元素，这里我选择这个圆角的矩形，同时我也可以锁定这个人像，选择这个锁定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个矩形的大小，把这个矩形的颜色变为白色，选这个颜色，选择白色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文字了，选这个文字选项，你可以使用这些现成的字形搭配，或者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标题。我选择这个新增标题，改变文字信息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个字形，然后把这个文字变成红色，选择这个文字颜色变成红色，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在底下再加入文字，更改文字信息，把它变为黑色，调整它大小，然后可以给这文字加入一些文字效果，我可以选择这个效果，例如说我可以选择加入阴影，调整一下它的偏移，让这文字显得更有层次感，然后在底下再加入文字，我选这个间距，调整字母之间的间距，之后再调整一下这个文字的颜色，把它变为绿色，调整一下大小。我可以给这图形加入一层阴影，我可以选择，然后右击选复制，再右击选贴上，像我就复制了这个图形，然后调整它颜色，把它变为黑色，然后把它往后移，现在就给图形加入一层阴影。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些元素，对它进行装饰，例如说选择圆形，调整它大小，并且挪动它位置，把它变更一个颜色，例如说选择蓝色，把它放到这个图形的视角。这样我们就加入一个新的装饰，因为这是 Canva 的教程，我们可以加入 Canva 的标志。我们在元素栏里面搜索 Canva， 然后选择这个 Canva 的标志，调整它大小，可以对它旋转一下，例如旋转到这个角度。同时也可以加入 YouTube 的标志，我搜索 YouTube， 然后选择这个标志，调整它大小，然后也可以旋转它的角度。现在就完成了 YouTube 缩图的制作，可以选择右上角分享，在这里就可以下载，选择 PNG 格式，选择下载就可以了。
对于缩图的添加，你可以在上传影片的时候，或者是已经现有的影片里面找到这个缩略图选项，在这里就可以更改或者上传你新的缩图。像你会制作 YouTube 影片缩图了，如果是新手 YouTuber， 想要知道最适合新手 YouTuber 的影片剪辑软体，去帮助你快速剪辑出好看的影片，我需要你去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。追踪我的 IG，能够和我更多互动。那么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